3位魂修中，其中2人掐诀间，立刻身边的飞剑刹那掠过，直奔白小纯而去，速度之快，掀起阵阵破空之声，气势惊人。这毕竟是炼灵6次的法宝，白小纯知道其锋利无比，双目微微收缩。与此同时，那假阴修士口中传出复杂难懂的咒语，其头顶的宝珠颜色刹那改变，竟散出了黑雾，化作了一个虚幻的恶鬼身影，张牙舞爪，向着白小纯这里凝恶而来。3人显然联手不是1次2次，此刻一出手，几乎封锁了白小纯前方所有的位置，眼看就要临近。白小纯冷哼一声：“炼灵之宝你们有，我也有。”白小纯右手猛地袖子一甩，从储物袋内取出了一把黑色的伞，正是永夜伞。这把伞以白小纯当年的修为施展不出全部威力，可他如今金丹大圆满，再次展开时，不说游刃有余，可也不再如当年那么勉强。伞被取出的刹那，白小纯猛地向前一按伞柄，砰的一声，在那2把飞剑以及雾鬼来临的刹那，这黑色的永夜伞骤然打开，在打开的瞬间形成了防护，直接就与那2把飞剑碰到了一起，声响轰鸣，回荡四方时，那2把炼灵6次的飞剑竟无法维持飞行，直接倒卷而去，就连那雾鬼也都惨叫一声，想要后退时，这黑色的伞身上居然浮现出了一张诡异的笑脸。这笑脸猛地一吸，那雾鬼哀嚎一声，居然无法后退，眨眼间就被吸入伞身中。这一切说来缓慢，可实际上都是电光火石间发生。伞开，飞剑倒卷，熄灭雾鬼的同时，那3位魂修大惊之下，面色登时变得难看至极。尤其是那位假阴魂修，更是眼珠子都要瞪出来。他看到了永夜伞上的8道银纹，呼吸急促，目中露出狠辣，竟趁着身边同伴飞剑被卷，心神受创时，双手抬起，在2人身上猛地一推。那2个魂修面色变化，没想到自己的头领竟会如此心黑，闪躲不及，被推得直奔白小纯而去。与此同时，那假阴魂修身体急速后退，就要逃走。他看出来了，那中年修士不但肉身强悍，修为不俗，法宝更是惊人，这就是一头孤狼，难怪敢单独行走，这是不怕其他人来杀人夺宝啊，甚至好像是在故意引人来，从而反杀。在这3人内乱的瞬间，白小纯猛地收伞，一步走出，速度之快，化作残影，直接就出现在了那2个施展飞剑的魂修面前，右手抬起，如同闪电一般轰出，连续2下，直接落在2人胸口。惨叫传出，这2个魂修喷出鲜血，身体如断了线的风筝倒退而去，还没等落下，他们的身体就猛地颤抖，居然肉眼可见的急速枯萎，所有生机化作白雾，从他们的七窍内飞出，直奔白小纯手中的永夜伞而去，刹那就被吸入其内。永夜伞吞噬生机，此事白小纯不陌生，尤其是炼灵8次之后，此伞威力已然更大。不过这种隔空吸走生机之事，白小纯此刻看到也很心惊，但却无暇多想。眼看那假阴魂修要逃走，立刻追去。这假阴魂修听到了身后的惨叫，回头后更是看到了那2人被吸走生机的一幕，他心神狂震，失声惊呼：“你不是魂修，你是炼魂师！”白小纯略微一愣，故意的冷哼一声，速度暴增，眼看就要追上。这假阴魂修暗中叫苦不迭，他哪怕假阴修为，可亲眼看到了白小纯的战力后，他心知肚明自己不是对手。此刻眼看危机，他急忙高呼：“大人莫要冲动，我愿成为大人的追随者。在这迷宫里，大人独行，不如身边有追随者一起啊！”这假阴魂修焦急开口，传入白小纯耳中时，白小纯神色一动，觉得眼前这人说的有些道理，自己单独的话，难免还会遇到这种事情，打斗起来，一旦暴露了神通术法就麻烦了。而若是有人在自己身边，就可以免除不少的事情。想到这里，白小纯右手抬起一挥之下，一股大力爆发出来，直接落在这假阴修士身上。这魂修嘴角溢出鲜血，目中闪动后，狠狠一咬牙，不再逃遁，而是停在那里，向着白小纯抱拳恭敬拜下。陈觉愿意追随大人。白小纯一言不发，看了陈觉几眼后，右手抬起，一指陈觉眉心，顿时送出一丝寒气，直接环绕在了陈觉心脏上。只要他心念一动，立刻就能让这寒气爆发，瞬间碎灭陈觉的心脉。陈觉身体一颤，不敢闪躲，任由白小纯留下禁制后，这才松了口气，知道此番可以暂时保命了。可感受到心脉附近的寒意，他心中又苦涩起来。走！白小纯刻意的沙哑开口，走在前方。陈觉连忙趁势深吸口气，打起精神，守护在白小纯四周。他知道自己若想要活命，全靠眼前这个炼魂师了，只求自己尽力后离开这里时，对方可以放过自己。白小纯看似面无表情，可实际上偷眼扫了扫陈觉，心中很是得意，琢磨着自己果然是英明啊，走到哪里都有人纳头来拜，哭着喊着要成为自己的追随者，不同意还不行。不知道若对方知晓自己是白小纯后，又会是什么表情。白小纯越想越觉得有意思，打定主意，这一次自己要装扮成一个少言寡语之人，这样的话或许威慑力会更大一些。而且这陈觉说的有点道理，
我身边的魂修越多，则我越是安全。白小纯沉吟中，与陈觉向前疾驰。这迷宫无论什么地方，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，让人分辨不清，也很难留下什么记号。白小纯看着越来越晕，发愁之时灵机一动，索性将注意力分出一部分放在右侧墙壁上，一路固定，顺着右侧的墙壁前行。遇到岔口，则直接选择右侧。时间流逝，很快过去了3天。在这3天里，白小纯与陈觉碰到了不少蛮荒人与长城修士。在这些人身上，白小纯发现里面有一些竟选择了与自己一样的方法，固定了一个方向。彼此大都是看了看后就立刻避让，显然不愿轻易发生摩擦。即便是遇到了数量较多的蛮荒魂修，在看到陈觉对白小纯的态度后，尤其是看到白小纯取出永夜伞，注意到了那8道银纹，都很心惊，隐隐猜出白小纯似乎是炼魂师，于是也都不愿招惹。就这样，这3天中一路上有惊无险，直至在第4天时，正在前行的白小纯忽然脚步停顿下来，看着前方，他目中金芒一闪，前面不对劲。白小纯沙哑开口，身边陈觉一愣，立刻看去，可前方迷宫道路看起来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。白小纯也看不出来，可自从当年洛尘山脉一战后，他就发现了自己对于危险有种特殊的敏锐，且从来不会出错。此刻在他的感受中，前方那看似如常的区域藏着杀机，没有多停留。白小纯立刻后退，陈觉虽不解，可却不敢不从，也跟着后退。可就在2人退后的瞬间，一声冷笑从那看似如常的区域中传出，眨眼间，那里竟出现了如水面般的波纹涟漪，一道道身影竟从那涟漪中急速冲出，竟有10多人，一个个修为不俗，在出现后立刻直奔白小纯。白小纯眼中杀机一闪，转身时右手抬起，永夜伞立刻出现，8道银纹闪耀刺目，更有那诡异的笑脸，似若隐若现，眼看就要一战。突然的，从那涟漪内传出了一个声音：“不可无礼！”随着话语传出，四周那些冲向白小纯的魂修全部脚步一顿。与此同时，从那涟漪内走出一人，这是一个青年，面色阴沉，身上穿着华贵长袍，眉心上有一个星痕闪动，正是周一星。一股强悍的魂力波动在他四周弥漫，这魂力与魂修的魂力不同，似更为深邃的同时，还蕴含了某种压制之感，让人一眼就能分辨出来。尤其是他的手中，甚至还有一团幽火，此火颜色多变，仔细一看，居然有9种颜色。白小纯只是看了一眼就心神狂震，他马上就看出此火居然是9色火。9色火，3级炼魂师。一旁的陈觉也在看到那9色火后，面色变化，看向周一星时已露出敬畏。周一星没有看陈觉一眼，似乎在他眼中，如陈觉这样的魂修并不在意。他的眼前只有白小纯，准确的说是白小纯的那把永夜伞。可他看着看着，却皱起眉头，似有一些不解：“你是魂修还是炼魂师？”周一星目光从永夜伞上扫过，看向白小纯的眼睛。9色火，白小纯内心震动，他看着周一星手中的9色火，感受到了对方的修为并非元婴，而是与自己一样的结丹大圆满。虽如此，可那9色火内却蕴含了一股让白小纯也都觉得心惊的力量，似乎一旦捏爆，威力惊人。此刻在对方打量自己时，他也在观察眼前这青年，注意到了对方的目光之前是落在自己的永夜伞上，实际上他方才拿出此伞也是打算震慑之用，眼下琢磨着此人这样的修为，居然就可以有9色火。尤其是看陈觉的神情与话语，似乎从这9色火上辨认出了对方的身份。蛮荒炼灵炼魂，白小纯回想这些年自己打探到的那些消息，以及蛮荒魂修手中的那些多次炼灵的法宝，他的心中隐隐有了一个猜测。可此刻不是深思之时，在周一星看向白小纯的瞬间，白小纯也看向此人，2人目光对望的刹那，都感受到了似乎有一股波动在2人之间激荡。少有我看不出来的，再问你一遍，你是魂修还是炼魂师？周一星眉头微微皱起，目中露出寒芒，再次问了一句。在他这句话问出的瞬间，四周那些魂修一个个杀意弥漫，死死地盯着白小纯。炼魂师，白小纯眯着眼，觉得这么说没有信服力，感受着对方身上的魂力波动，他立刻也散出修为。在那神奇面具的调整与掩饰下，白小纯散出的修为于外人看去不是灵力波动，而是魂力。这魂力强悍，带着霸道，并非魂修之力，而是独属于炼魂师才具备的那种压制之力。此刻散开四周时，那些魂修一个个面色都变化起来。周一星双目收缩了一下，感受魂力后，又看了看白小纯手中的永夜伞，眉头略展，又再次皱起。是我的错觉吗？为何他之前靠近时，我的9色火居然摇晃起来，有种仿佛要脱手而出，向他飞去之感？虽只是一瞬的变化，之后就恢复如常，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。是那把伞吗？不像此人不对劲，将其斩杀后，或许能有答案。在周一星这里疑惑时，白小纯也在纠结。他脑海急速转动，打量着周一星手中的9色火，琢磨着要不要杀人夺宝。他衡量了一下彼此的实力后，又看了眼那9色火，
有些迟疑。他倒不是顾忌对方人多，而是忌惮这九色火内的毁灭之力。可一旦能得到那九色火，白小纯就可以将永夜伞炼灵到第9次。如此一来，此伞威力将会更大，对他而言，在这迷宫内生存的几率也会增加一些。此人不知道我的速度，那么突发之下，他自然而然的就会用手中的九色火来出手。二人各怀心思，彼此同时目光闪动，再次对望的瞬间，立刻都看出了各自目中的寒芒。周一心目中露出果断，左手抬起，向着白小纯一指。杀！几乎在周一心开口的同一时间，白小纯向前一步走出，将其速度展开到了极快的程度，残影出现，呼啸而去，速度之快，让人根本就无法反应过来。猛的一下，他就直接出现在了周一星的面前，右手抬起，向着周一星这里直接一拳轰来，欲取九色火，可却在出手时不露丝毫。这一拳轰的更是周一星的胸口，周一星大吃一惊，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白小纯这里的速度居然这么快，此刻心神震动。急速后退时，右手猛地一挥，立刻九色火化做了一片火海，试图阻挡白小纯的冲击。四周那些魂修此刻才纷纷惊醒，直奔白小纯。陈觉咬牙咆哮，拼了全力阻挡，一时之间厮杀惊天。眼看那九色火的火海扑面而来，白小纯心惊肉跳。他如今也算是拼了，可这九色火的威力，他只是感受了一些就觉得可怕，不知自己的身体能否承受。此刻一想自己既已出手，那么势在必得，于是狠狠一咬牙。在那九色火的火海来临的瞬间，他猛地全身寒气轰然爆发，至寒之意轰鸣而出，眨眼就覆盖八方。那些试图来临的魂修顿时一个个颤抖，眨眼间咔咔声中竟全部都被冰封，地面也好，四周的墙壁也罢，转眼就化作了寒界，与那九色火的火海直接就碰到了一起。可在碰触的刹那，至寒气息竟猛地凹陷下去，似形成了一个大口，居然将那九色火直接一口吞噬。轰鸣之声回荡迷宫，给我封！白小纯大吼一声，立刻四周的寒气呼啸而来，形成层层封印，眼看就要封印了九色火。而那九色火也不凡，其四周的寒气竟急速的融化。只不过这九色火毕竟无根，在融化四周寒气时，它自身也飞速的暗淡下来，似随时可以熄灭的样子。周一星面色大变，正要收回九色火，可白小纯岂能给他机会？在那九色火与至寒碰触的同时，永夜伞蓦然撑开，向前直接阻挡。伞身上诡异的笑脸出现，向着周一星一吸，周一星顿时毛骨悚然，紧锁生机。他怎么也没想到对方居然有如此战力，尤其是那寒界，更是让他心神强烈震动。此刻又看到那鬼脸，他呼吸急促，猛地一拍眉心，顿时眉心上的星痕爆出了星光，闪耀八方时轰击在了白小纯的永夜伞上。永夜伞震动，可借助其阻挡之力，已足够白小纯夺走九色火。几乎在周一星星光散出的瞬间，白小纯右手向着那正在被封印的九色火一把抓来，连同寒气封印一同收走，放入储物袋后，白小纯收了伞，急速后退。他知道寒气一出，很可能会暴露。而那周一星之前的星光术法诡异，白小纯琢磨着，既然九色火到手，不愿与其纠缠，立刻倒退。你找死！周一星怒吼，他头发略有些散乱，目中充满怒火。他一时间还没察觉出白小纯的身份，此刻眼看白小纯居然当着他的面把他的九色火就这么的抢走了，而且逼得他竟无法展开术法，那种被一步步算计的感觉让他整个人怒意冲天。此刻右手抬起一拍储物袋，立刻那本应该背在身后的黑色大弓被他直接取出，追击时拉开弓弦，松开后一声尖锐之音冲天而起，没有实质的剑，而是魂力所化，形成了魂剑，离弦而去，速度之快，直接破碎虚空一般，出现在了白小纯的面前，轰鸣而来。这是9次炼灵的至宝，威力之大，让白小纯面色一变，身体后退时，永夜伞陡然展开，阻挡此剑。轰的一声，一股大力在伞身上爆开，白小纯身体震动，本可借助这股冲击之力，让自身后退速度更快，可他却强行停住，直勾勾地看着那把弓。你身上还有这种至宝，早说啊！白小纯舔了舔嘴唇，此刻也不跑了，直奔周一星而去。这一幕立刻让周一星傻眼了，他从来没见过如此狂妄之人，抢了自己的九色火后，看到自己拿出弓，居然不跑了，还要来抢！你找死！周一星怒极吼道，再次拉弓，这一次直接凝聚了3支魂剑。不远处的陈觉此刻身体颤抖，周一星没认出白小纯，可当白小纯那寒气出现时，他立刻就认了出来，脑海嗡的一声，第一个反应就是自己死定了。悲愤无助中，他也不知道自己是该逃还是不该逃。眼看激战再起，可就在这时，骤然巨变突现，红帽子、绿帽子，我们是一群小帽子；红脑袋、绿脑袋，我们最喜欢白脑袋。阵阵诡异的歌谣，极为突兀的在3人所在之地突然传出，这声音似带着摄神之意，传入白小纯3人耳中时，3人都心神狂震，头皮麻油。其实此声音并非一个，
而是一片仿佛有无数小孩在那里嬉笑开口，化作了无形的波纹，冲击四方时，这四周的墙壁也都被改变了，竟开始蠕动，甚至在那墙壁上居然幻化出了一张又一张面孔。这些面孔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可毫无例外，神色都露出恐惧。奇书小说网，红帽子来了！快跑！红帽子来了！那些在墙壁上浮现出的面孔纷纷尖叫起来，似想要躲藏。更为诡异的是，这地面居然也都出现了大量的面孔，一个个也在惨叫。更为惊人的是，这里的墙壁居然在这蠕动中竟改变了方向，轰的一下，竟将三人身后的道路彻底封死，使得他们所在的位置成为了一个死胡同。这一幕让白小纯与周艺兴神色陡变，还有陈觉也是如此，三人心神震颤，有种毛骨悚然之感。这感觉与修为无关，仿佛是来自灵魂本身，如同遇到了天敌一样，使得三人全身内外瞬间冰寒。哪怕白小纯修行的是寒门养念诀，可依旧在这冰寒中，身体控制不住的哆嗦了一下。怎么回事？就在三人神色变化，已然没心情继续厮杀的瞬间，突然的，在他们的前方道路的拐角处，看不到的地方传来阵阵凄厉无比、难以形容的惨叫。在这惨叫回荡时，竟在那墙壁角的位置，有一只手猛地伸出，死死地扣在了白小纯三人能看到的墙角上。这只手鲜血淋漓，只是用力地抓着墙角，似在他的身后，白小纯三人看不到的地方，有人在拽着此人的身体。可显然，那抓着此人身体的力量太大，轰的一声，那只手无法坚持，被直接拽了回去。紧接着，阵阵咀嚼声带着某种难以形容的恐怖之意传入白小纯三人的耳中。随着咀嚼声的传来，歌谣消失了。陈觉颤抖不已，急靠近白小纯。此刻他不在乎白小纯的身份了，觉得与那未知的恐怖比较，还是白小纯这里更安全一些。白小纯面色也有苍白，他身体也在哆嗦，睁大了眼，死死地盯着拐角的位置，胆战心惊，有心退后。只是他们三人身后虽还有路，可却能看到尽头是一条死路。周一星一样面色变幻，呼吸不稳。他这一路走来，收了不少追随者，甚至在埋伏下也击杀了不少人。于这迷宫多日，可却从来没遇到过这么诡异的事情。那种来自灵魂的恐惧让他双眼紧紧的收缩，盯着远处之前伸出携手的拐角处。就在这时，咀嚼声消失，紧接着那歌谣再起：红帽子，绿帽子，我们是一群小帽子；红脑袋，绿脑袋，我们最喜欢白脑袋。这歌谣再次诡异传出，明明是欢快的歌声，可落在三人耳中，却是让人头皮都要炸开。紧接着，从那拐角的地方突然的飞出了一顶红色的帽子，这帽子赤红，甚至顺着帽檐竟有鲜血滴落着，帽子摇摇晃晃。在飞出后，突然一顿，似看到了白小纯三人。白脑袋帽子内传出童音，刹那飞出，白小纯三人急后退。可就在他们退后的刹那，立刻看出这红帽子的目标不是他们，而是站在他们前方被白小纯的寒气冰封的那10多个魂修。眨眼间，这红帽子就落在了一个被冰封的魂修的头顶，在落下的瞬间，冰层传出咔咔之声，竟直接崩溃碎裂，露出了里面那位魂修的身体。这魂修还没有彻底死亡，生命之火尚存一丝，此刻猛地睁开眼，神色扭曲，出凄厉的惨叫。那惨叫让人听了后会觉得骨寒毛竖，而更让白小纯三人触目惊心的，则是接下来他们亲眼看到的一幕。只见那被红帽子盖在头上的魂修，他的身体强烈的颤抖，阵阵咀嚼声赫然从他头顶的帽子内传出：滚开，滚开啊！这魂修疯狂惨叫，抬起手抓着头顶的帽子，想要摘下来，可却根本就做不到。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，他的挣扎慢慢停止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后，红帽子这才自行一路滴着鲜血离开。在红帽子飞离后，白小纯三人立刻就看到了这魂修的头顶成为了白色，那是头骨，而这头骨并非完整，而是少了一大块。看去时可以看到，这魂修的脑袋里完全空了，什么都没了。红脑袋，绿脑袋，我们最喜欢白脑袋。那红帽子嘻嘻一笑，绕了一圈，又落在了另一个被冰封的魂修的头顶。与此同时，从拐角处有大量的嬉笑声传出，紧接着竟从那里一大群红色的、绿色的帽子竟瞬间冲出。红帽子，绿帽子，我们是一群小帽子。这些帽子足有数十，每一个都在滴着鲜血。飞出后，一边唱着歌谣，一边直奔那些被冰封的魂修，争先恐后的去落在他们的头顶。可这里的帽子太多，魂修只是10几人，根本就不够。于是剩下的那些帽子纷纷飘起后，似乎注意到了白小纯三人。在他们看向白小纯三人的刹那，这四周墙壁上浮现的面孔全部都惨叫起来。完了完了，他们来了！瞬间，余下的10多顶帽子传出欢笑声，直奔白小纯三人而来。三人已没退路，在这危机关头，白小纯身体绷紧，出一声巨大的吼声，右手猛地抬起，竟在他的手中出现了上千符箓。这些符箓被他一把扔给了陈觉。你自己逃命去吧！白小纯悲呼一声，猛地冲出。在冲出时，他全身噼里啪啦一顿乱响，
眨眼间竟有10多套铠甲出现，还有上万符箓的光芒猛地爆出来，极为刺目。更是有寒气从他体内散开，寒气遍布四周后，他竟一瞬消失，出现时已在更远处，整个人如狂般疾驰冲出，在他身后有7、8顶帽子急追去。陈觉狠狠一咬牙，将白小纯给他的符箓贴在身上后，修为一样爆出来，拼了命般施展术法向前疾驰。同样在他四周也有5、6顶帽子死死不放。周一星这里傻眼了，似要哭出来。他觉得不公平，追击白小纯的有7、8顶，追击陈觉的5、6顶，可留在原地向着他这里呼啸而来的足有10多顶，比白小纯与陈觉那里加在一起还多。怎么会这样？周一星面色惨白，悲呼一声，咬牙之下，他眉心的星痕在这一刻猛地闪耀，突然散开，星光覆盖八方。几乎在这星光出现的同时，那10多顶帽子已穿梭而来，可竟直接穿透了星光，仿佛没有找到周一星般。很快的，当星光消散后，周一星的身影竟不见了。那些帽子在这四周不断寻找，也没找到，于是成群的向着远处漂浮而去，歌谣依旧。此刻，在这迷宫的另一处区域，一片星光凭空出现，周一星的身体踉跄显露，喷出一大口鲜血，面色苍白如纸，他眉心的星痕暗淡了不少。该死，竟逼得我用了家族星痕之力！周一星咬牙切齿，想到之前那些帽子的诡异，他心有余悸，赶紧看向四周，现没有帽子的身影后，这才松了口气。抢我九色火，还要抢我宝弓，此人寒气强悍，肉身该死的！此人怎么与白小纯相似？周一星此刻回忆之前那一战，结合他所了解的关于白小纯的信息，立刻就锁定了白小纯的身份。虽不是非常确定，可心中至少有60%把握。若他真是白小纯，竟可以改变气息，此人身上一定有宝物。可该死，我这么一传送，迷失了之前的路径，又要重新去摸索了。周一星叹了口气，一晃远去。未完待续。之前帽子出现的地方，在白小纯3人各自逃走后，那片空旷的区域里，只剩下10多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魂修尸体。这些魂修的脑袋都空了，露出了白色的头骨，很是诡异。四周墙壁上那些面孔一个个似都松了口大气，此刻正不断的开口议论，似很是碎嘴的样子。终于走了，红帽子走了，哈哈。红帽子今天很反常啊，居然没有来欺负我们。就是，很反常啊，不对劲啊。可就在这些墙壁内的面孔相互兴致勃勃的议论时，突然的，他们猛地面色大变，一个个睁大了眼，盯着同一个方向，口中的声音如被掐住了脖子一样戛然而止，目中露出的是比方才看到红帽子还要恐惧的神情，竟一个个颤抖起来。在他们目光所看的地方，此刻虚无扭曲，形成了一个模糊的身影。这身影渐渐清晰起来，那是一个女子，有着一头长发，样子明明娇媚，可不知为何，在她身上却有说不出的诡异之感。好多人都来了呀，小哥哥也来了哦。这女子掩口一笑，双眸成为了月牙，看起来似乎更美了一些，可偏偏那诡异的感觉更浓郁了。因为在她的月牙般的双眼内，在那瞳孔中竟然多出了另外的瞳孔，仿佛是一大一小2个瞳孔重叠在一起，这一幕足以让任何人看到都心神发寒。若白小纯在这里，一眼就可以认出这女子正是公孙婉儿。此刻的白小纯正玩命狂奔，他身后7、8顶帽子紧紧追击，一路上白小纯尝试去反击，可那些帽子竟无视白小纯的任何术法，这就让白小纯更紧张了。哪怕他展开那种可以让四周缓慢的极致速度，可这些帽子很是诡异，速度竟速度不减。追我干嘛？我脑袋不好吃啊！白小纯怕极了，双手护着头顶，一路狂奔。好在这途中遇到了不少蛮荒魂修与土著，那些帽子似乎也并不是一定要吃白小纯，渐渐的就被其他人吸引。再加上白小纯速度快，慢慢的，他终于将那些帽子甩开。当察觉身后没有帽子追击时，白小纯这才松了口气。回想这些帽子的诡异，他心有余悸，可又琢磨这些帽子居然真的不追自己了，而是去追了其他人。白小纯又觉得有些郁闷，难道我的脑袋真的不好吃？白小纯咕哝一句，赶紧打消自己这个念头，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。他迟疑了一下，挥手间四周有雾气散出，遮盖八方后，他又散出了一些寒气，封锁四方，这才舔了舔嘴唇，从储物袋内把那团9色火取了出来，小心的去掉了冰封后，他拿着9色火，目中露出激动。此火虽暗淡了不少，可终究是9色火。白小纯拿在手中，感受着此火内蕴含了惊人之力。回想之前的一幕幕，白小纯觉得也算值了。这9色火不凡啊，若非它无根，怕是我的寒气也无法将其封印住。有了此火，我的永夜伞就可以炼灵9次，一旦9次，其威力将更大，我在这里保命的程度也就越高。白小纯想到这里，又观察了一下四周，赶紧取出龟纹锅与永夜伞，开始炼灵。这里是迷宫，不知天地之力是否足够。白小纯迟疑了一下，他当日随着3万人外出前，曾在长城内炼灵，那个时候他就感受到了因天地之力的稀少，炼灵都有些不稳。
可好在那口龟纹锅神奇，勉强炼灵成功。此刻不但酒色火暗淡，且还是在迷宫里。白小纯迟疑后一咬牙，为了增加保命的几率，值得尝试一下。若真的失败，那也是没办法的事。为了自己的小命，白小纯一向不会吝啬。此刻有了决断，立刻开始炼灵。随着酒色火被龟纹锅吸收，龟纹锅上那些纹络刹那间就刺目闪耀。白小纯有些紧张，目不转睛地盯着。当看到那些纹络全部弥漫后，他精神一振，赶紧把永夜伞放在了龟纹锅里。几乎在此伞放入的瞬间，龟纹锅猛地震动起来，纹络璀璨，仿佛具备某种灵动，竟脱离龟纹锅，直奔永夜伞，如编织一般烙印在内后，凝聚出了第9道灵纹。在第9道灵纹出现的瞬间，永夜伞抖动起来。白小纯隐隐的似听到了其内传出了一声蕴含了振奋欢快之意的咆哮。很快的，龟纹锅平静下来，一切恢复如常。白小纯却愣了，这就成了？没感受到四周的天地之力来临啊！白小纯诧异，拿起永夜伞仔细查看后，发现这一次的炼灵的确是成功了。可他更诧异了，看着龟纹锅，又看了看永夜伞。他以往炼灵都会引来天地之力，可这一次却半点没有。回想具体的不同后，白小纯忽然目光急速地闪动了一下。不同的是火，我以前炼灵是用的多色火的材料引燃后形成的多色火，而这一次是直接用的多色火，而且此火显然来自蛮荒。白小纯若有所思，联想到蛮荒的魂修，尤其是炼魂师，他们身上大都具备多次炼灵的法宝。隐隐的，他觉得自己似乎抓到了一些线索。或许蛮荒炼灵不需要天地之力，否则的话，在那里天地之力更为贫瘠，怎么可能会出现那么多的炼灵之宝？白小纯思索半晌，知道如今在这迷宫内危机四伏，容不得他分心太多，于是将此事暂时埋在心底后，散了雾气与寒气，在这迷宫内更为小心地寻找出口。时间流逝，很快又过去了2天，在白小纯的小心谨慎下，倒也没有遇到如那红帽子般的诡异事情。可他也慢慢发现了，这里无论是长城修士还是蛮荒魂修土著，似乎在数量上都少了一些。以前一天能遇到至少10多人，可现在一天能遇到3、5人就不错了，这少的也太多了吧？白小纯看着四周的墙壁，有种强烈的感觉，这迷宫仿佛是一张死亡的大口，吞噬着进入者的一切。这感觉让白小纯心底哆嗦了一下。不行，我要找到出口。可这里怎么看都是一样，出口在哪呀？白小纯愁眉苦脸，他也尝试用了一些办法，如标注记号，可却没有丝毫作用。最终只能继续用那个笨方法，盯着右侧墙壁，在这迷宫内慢慢前行。时间流逝，又过去了3天后，这一天，白小纯觉得自己已经走晕了，哭丧着脸，正走过一处拐角时，他忽然睁大了眼，头皮再次一麻，一股阴森的感觉又一次浮现在他全身，化作了冰寒，弥漫身体内外。他屏住呼吸，一边死死地盯着前方，一边小心翼翼地后退，生怕引起注意。在他的前方出现的不是红帽子，那里是一处如广场般的区域，连接四周的道路。在这广场上有2根巨大的蜡烛正在燃烧，蜡烛火是绿色的，将这整个广场都映照得绿油油一片，看起来很是瘆人。在那2根巨大的蜡烛之间放着一个巨大的盘子，在这盘子里竟堆积如小山一般放着无数个血馒头，那一个个血馒头鲜红的，让人惊心触目，仿佛是刚刚被血染浸泡一般。这还不是最诡异的，让白小纯头皮要炸开的是，在这广场上此刻竟有数百人站在那里。这数百人中有长城修士，有蛮荒魂修，还有土著，甚至炼魂师也有。这些人一动不动地站着，神色中露出痴狂，正死死地盯着那盘血馒头。没有人说话，只有粗重的喘息声在这广场中传出。一股香气似乎从那盘血馒头上升起，扩散四方时，也落入到了白小纯的鼻中。那味道充满了香甜，可深入到了体内后，却化作了足以将5脏6腑都呕吐出来的尸臭，未完待续。白小纯面色苍白，这种事情与修为真的关系不大了。他看到那数百人里，甚至连元婴修士都有，这就更让他觉得头皮直欲炸开。可在他小心退后时，却脚步猛地一顿，死死盯着那数百人中的几个身影。赵龙、神算子、白小纯顿时纠结起来。他看到了，在那几百人里，赵龙与神算子2人，他们2个与其他人一样，此刻都是直勾勾地看着那盘血馒头，神情内还带着疯狂与狰狞。白小纯站在那里，内心挣扎起来。赵龙无论怎么说，也跟了我好几年，且对我忠心耿耿。之前在外面，我也看到他想要冲出来帮我。白小纯心下沉吟，矛盾与挣扎让他目中慢慢浮现出血丝。神算子是我让他成为护道者，去了星空道极宗，又是我把他召入军中，可以说他今天有此一劫，与我有一些关联。白小纯内心的犹豫不决，使得他呼吸一时紊乱，目中血丝更多。可他也害怕呀，他对于死亡有种无法形容的恐惧，尤其是前方那广场上分明藏着莫大的凶险。他若是现在就离去，或许可以避开，可若是前行踏入，怕是连他自己也都难逃此劫。
这就让白小纯心中无比踟蹰起来，似乎化作了两个人，一个人在告诉他要去救，而另一个则在尖叫的告诉他赶快离开这里。这让白小纯不由得想到了当年的洛尘山脉，是虽不同，可他的处境却是相似。就在白小纯这里纠结时，忽然的，广场上那两个巨大的蜡烛燃烧着的火焰猛地摇晃了一下，在这摇晃的刹那，广场上那数百人一个个顿时疯狂，发出咆哮嘶吼，如同发狂般径直奔那盘血馒头而去。似乎在他们眼中，这不是血馒头，而是可以让他们或是长生，或是修为暴增，总之有着大好处的大造化。眨眼间，这数百人就疯了一样的冲去，争先恐后的去抢夺血馒头。那些抢到的，在拿住馒头的瞬间，就立刻表情亢奋、激动的将馒头塞入自己口中，不断的啃咬，还发出狂笑。而那些没有抢到的，则是怒火中烧，甚至彼此出手要去抢夺。瞬息间，这广场上一片大乱。可白小纯此刻却是身体颤抖，目中露出惊恐，瞬间觉得毛骨悚然，因为他看到的一幕与那些当局者不一样。他看到那些人根本就不是在吃馒头，那些血馒头，开始他以为是真实存在，可那数百人在抢夺中，大都是一把抓空。可那些抓空的修士似乎没有察觉，而是认为自己抓住了馒头，在那里癫狂激动的啃咬。他们啃咬的赫然是他们自己的手。白小纯亲眼目睹那些自以为抓到馒头的人，他们的手已经被自身咬碎，有的人整只手都没了，满嘴鲜血，可表情依旧是满足中带着癫狂，继续啃咬。而那些吃得快的，甚至都吃到了自己的关节，甚至还有一些似乎更暴躁的，居然一把扯下自己的手臂，放在嘴里狂嚼。那些没有抢到血馒头的，此刻更为发狂，有的去试图抢夺盘子里的馒头，可更多的却是去抢夺其他人的手臂，在那里疯狂的撕扯、残杀，甚至有的人被直接轰碎了身体，四分五裂时，其他人立刻就蜂拥而上，趴在那里抢夺吞噬。与此同时，在这四周，随着那两只烛火的摇晃，更有诡异的女子的声音在那里唱歌：“吃吧，吃吧，是不是很美味啊？”这一幕幕让白小纯的心神内如有天雷炸开，他不能自抑的颤抖，眼前的一切如同人间惨剧。直到他看到神算子抢到了馒头，在那里狂笑着抬起右手要去吃自己的手指时，一旁的赵龙因没有抢到盘子里的馒头，于是蹲下身要去抢夺一具残尸时，白小纯的游移瞬间不见了。他红着眼，发出一声惊天的咆哮，带着决绝，带着豁出去的疯狂，他的速度展开到了极致，向前狠狠一步迈出。这一步落下，四周一切都变得缓慢起来，寒气也瞬间扩散八方，眨眼间就覆盖了整个广场。与此同时，白小纯的速度在这爆发下，配合寒境挪移，眨眼消失，出现时赫然在了神算子的身边，一把抓住了神算子的正要送入嘴里的右手，狠狠一拽：“神算子，你清醒一下！”白小纯大吼。咔嚓一声，神算子一口咬空，猛地抬头向白小纯发出咆哮。这一刻，不管是谁在他眼中来阻止自己，就是抢夺他造化的仇人。神算子怒吼中猛地掐诀，向着白小纯一指而来，更是如疯狗一样，在那挣扎着要去吃自己被抓着的右手。白小纯着急，眼看赵龙已经扑倒在地，正狂笑着去抢夺残尸，而他自己这里此刻也都有些迷糊起来，甚至四周的一切都开始出现了重叠的虚影。而那盘血馒头在他的眼里，竟渐渐似要化作了可以让他长生不死的丹药。这一切让白小纯心神颤动，他狠狠地咬了一下舌头，立刻注意到四周他的寒气竟在急速的融化。该死！白小纯怒喝，左手抬起一把抓住神算子的脖子，任凭他如何挣扎也都不松开。一晃之下，又到了赵龙的身边，抓住了已是满口血肉的赵龙后，他身体踉跄了几步，勉强保持着清醒，正要离去。可就在这一刹那，一声冲击神魂的尖叫从那两根蜡烛内的燃心内传出，这两根蜡烛上赫然漂浮出了两个女子的身影。那两个女子一模一样，都是中年的样子，披头散发，向着白小纯尖叫时，声音回荡四方：“你敢多管闲事，乱我血肉计，你也留下来吧！”随着声音的出现，白小纯全身猛地一震，四周的一切在这一刻似乎正在被急速的转化。他仿佛看到了无数的丹药，任何一颗都可以让他长生不老。长生，长生！白小纯身体哆嗦，呼吸急促，似乎要陷入疯狂中。可就在这时，突然的，他金丹内凝聚酝养在那里的一丝念力猛地爆发出来，这念力瞬间冲入白小纯的脑海，如同滚烫的热水洒在了血中。一瞬间，白小纯脑海里所有迷幻全部消失，他身体后怕的颤抖，面色苍白，看向四周时，他的寒气已经被侵蚀了80%之多，眼看就要消失。而一旦消失，他就无法挪移，哪怕肉身的速度全部展开，也有可能被阻陷入这里。与此同时，四周的那些数百修士也都注意到了白小纯，似乎白小纯在他们眼中也成为了造化，疯狂的冲来要去分食。眼看危机，白小纯大吼一声，用了全力，在那寒气消散的瞬间，再次挪移，轰的一声，寒气崩溃，而他的身影也终于脱离了广场，
出现在广场的边缘，心神颤抖，没有回头，向着最近的一条通道急速而去。几乎在他踏入通道的瞬间，他身后广场内那2根蜡烛上漂浮出的女子身影再次尖叫起来。你想跑，随着尖叫，这2个女子的身影竟同时飞出，向着白小纯离去的通道正要追去。可就在这一瞬，突然的，在那通道外虚无扭曲，公孙婉儿的身影显露。他缓步走出，右手抬起，向着那扑面而来的2个女子狠狠一挥：“滚回去！我的人，你们也敢动！”那2个女子全身猛地颤抖，发出凄厉的惨叫。那一挥分明没有什么法力蕴含，可偏偏这2个女子身体好似要消散，在那惨叫中，神色露出前所未有的惊恐与骇然，竟不敢上前，而是跪拜在了那里，瑟瑟发抖。还不去进行你们的血肉祭，其他的事情不需要你们参与。公孙婉儿淡淡开口，目中的瞳孔内那小了一圈的第2个瞳孔露出一抹幽芒。正是这幽芒，让那2个女子哆嗦得更厉害，匍匐在那里，连连称是。未完待续。通道内正在疯狂疾驰的白小纯，他不知道离开后广场中发生的事情，此刻一口气跑出了好远，直至那种香甜的气息完全闻不到后，他这才惊魂未定的四下打量，确定了自己所在的位置应该是距离那广场很远后，他一把将赵龙与神算子扔在了地上。这2人此刻昏迷，神算子还好一些，可赵龙的口中满是血肉。白小纯立刻取出丹药，给2人喂下后，在他们头顶拍了一下。2人身体一震，慢慢睁开了眼后，神色有些茫然，看到了戴着面具的白小纯，也看到了四周，还没等反应过来自己是在什么地方，他们立刻就想起了在广场中的一幕幕。这一切在他们脑海里浮现后，2人面色大变，猛地就呕吐起来，尤其是赵龙更是趴在那里，吐的身体都缩成了一团。多谢道友救命之恩。神算子神色感激，向着白小纯深深一拜。他想起之前的一幕，就觉得后怕，那一切太可怕了，若没有眼前之人的救助，恐怕要么是自己把自己给吃了，要么就是别人把自己给吃了。这么一想，他就身体颤抖不停，越加的后怕。赵龙也强行抑制住呕吐，看向白小纯时一样抱拳拜下。尽管白小纯给他的感觉是魂修，可这一刻他的感激诚心诚信。这里危险，你们好自为之。白小纯有些疲惫，从踏入这迷宫后，他不但要与人斗，还要与一些恐怖的存在去争命，这对他而言身心俱疲。无论是红帽子还是血馒头，这一切都让白小纯觉得自己的生命在这里受到了严重的威胁。此刻轻叹一声，给了神算子与赵龙一些丹药与符箓后，独自离去。他不能带着2人一起，一旦他身份暴露，2人将更危险。且在这个鬼地方，白小纯有种感觉，自己单独或许生存的几率更大。匆匆离去后，赵龙与神算子相对沉默，2人看着白小纯给他们的丹药与符箓，若有所思。半晌之后，相互看了看，苦涩中沟通一番，结伴离去。时间流逝，又过去了数日。白小纯在这迷宫内更为谨慎小心。之前从那广场离开后，白小纯就意识到自己又迷路了，咬牙之下，只能继续用之前的办法重新摸索。可渐渐的，他的恐惧感与日俱增，因为他发现这迷宫里他已经有2天一个人都没看到了，整个迷宫一片死寂，哪怕是尸体他都没看到一具。这就让白小纯内心绷着的那根弦更紧了。不对劲，难道10多万人都死了？想到这里，白小纯呼吸一滞，他不知道自己如今是在迷宫的哪个方向，也找不到出口，甚至他觉得自己似乎在绕圈，偏偏他无法留下记号，根本就找不到来判断自己所在位置的标注物。心底焦急的同时，又看不到了其他人，那种仿佛迷宫内只剩下了自己一个人的感觉，让他心脏跳动加速。至于用面具改变样子的事情，他此刻也没心情去考虑了。又过去了1天，白小纯甚至提高了自己的速度，使得走出的道路更远，可依旧还是一个人都没看到，这就让他越发的恐惧起来。该死的陈鹤天，我为长城立下大功，你却要害我！白小纯想起让自己来这里的罪魁祸首后，他咬牙切齿。就在他这里内心愤愤时，突然的，从白小纯的前方传来了阵阵呼啸声，似有人正在急速前行。这声音来得突然，白小纯已经好几天没听到了，此刻乍一听到，他甚至都惊喜了一些。可很快就警惕起来，立刻后退，目光炯炯地盯着前方的道路尽头的拐角处。与此同时，前方的呼啸声也瞬间消失，似乎对方也察觉到了此地有人。白小纯不知道在那拐角处的是人是鬼，对方似乎一样不知道白小纯这里是什么存在。于是双方在这安静后，一股压抑与紧张感慢慢弥漫。白小纯目光微闪，轻吸口气，右手抬起时，一把飞剑出现在他的手中，被他猛地一甩，以御力操控，直奔那拐角而去。可就在这飞剑飞出的瞬间，突然的，从那拐角处有一道乌光破空而出。那乌光内赫然是一支魂剑，此剑直接就与白小纯的飞剑碰到了一起。争鸣中，
白小纯的飞剑立刻支离破碎，无法阻挡那魂剑丝毫。此剑瞬间就出现在了白小纯的面前。眼看临近，白小纯右手抬起一挥之下，一尊虚幻的大鼎幻化而出，直接阻挡。轰鸣传开，巨响回荡时，白小纯却笑了起来。原来是你，大猩猩！白小纯在看到那只魂剑的瞬间，就立刻认出了此剑，想起了那把弓，想起了周逸星。他不知道周逸星的名字，不过对此人眉心上的星痕很有印象，于是就索性给他起了一个名字。此刻知道对方是人，不是那些古怪的玩意后，白小纯抖擞精神，身体猛地冲出，直奔拐角而去。几乎在他飞出的同时，拐角的位置，周一星也一步走出，猛地看向白小纯，面皮抽动了一下。他在这些天也都心惊肉跳，遇到过一些诡异的事情，不说九死一生也差不多了。若非眉心的星痕，他怕是早就死在了这里。如今虽逃出，可却极为狼狈，披头散发不说，储物袋内的消耗品也都用得七七八八。眉心的星痕已暗淡的不得了，怕是再用个几次就会碎灭。而一旦碎灭，想要重新烙印，需要回家族在祖祠前跪拜7749年才可重新形成。而这一切，在他看来，都是因为白小纯没遇到白小纯前，他一切如常。可遇到了白小纯后，他觉得自己就开始倒霉了。此刻更是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好几天没看到一个人影，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，居然会是那白小纯。白小纯，你才是大猩猩，你全家都是大猩猩！周一星怒吼，他也不管对方到底是不是，反正他觉得此人十有八九就是那白小纯。此刻眼看白小纯扑来，周一星立刻开弓，嗖嗖嗖，一连9支魂剑连珠而出，直奔白小纯而去。可就在这些魂剑来临的瞬间，白小纯挥手间长啸一声，永夜伞撑开，轰鸣中阻挡那9支魂剑，速度没有丝毫减慢，直奔周一星。周一星看着白小纯永夜伞上那闪耀亮眼的9道银纹，已然发狂，双眼顿时红了，怒吼起来。他记得之前这把伞分明只是8次炼灵，可眼下居然9次了，不用仔细去想，他就可以猜到，之所以这样，一定与自己的9色火有关。一想到白小纯居然用自己的9色火去炼灵，而且竟一次性的就成功了，这种运气，这种憋屈，让周一星怒火填膺。大猩猩，你别生气啊，那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呀？白小纯顶着永夜伞临近后，猛地收伞，掐诀间向前一挥，立刻寒气快速爆发，形成无数冰刺，直奔周一星而去。他看到周一星后，是真的高兴，在这里好多天一个人没看到，此刻好不容易看到一个。白小纯还真不想把对方弄死，他甚至都后悔之前没带着神算子与赵龙了。你爷爷叫周一星！周一星怒吼一声，眼看那些冰刺临近，他急速后退，双手掐诀间，立刻从他的身体内忽然有一缕缕冤魂飞出，这些冤魂在半空中竟组成了一个符文印记，轰鸣间形成了魂火，直奔那些冰刺而去。巨响回荡，冰刺咔咔碎裂时，似冰火碰撞，化作了冲击。周一星再次后退，开弓时，这一次竟一口气射出了18箭，给我死！这18箭，若白小纯没有永夜伞，想要对抗很是麻烦，毕竟是9次炼灵之功的加持。周一星，哈哈，果然是个大猩猩！白小纯笑道。眼看那18箭临近，他永夜伞猛地撑开，再次阻挡时，寒气全力催发，轰的一声，那些冰刺疯狂蔓延，直奔周一星。白小纯是打算生擒，这样不但可以问出炼魂师的一些秘密，还可以有个解闷的，甚至关键时刻还能扔出去诱敌。轰轰之声在这迷宫通道内不断的传出，永夜伞的强悍在这一刻体现出来，任凭那18支魂剑轰击，居然毫发无损，甚至其上那白小纯看不到，可周一星却能清晰目睹的诡异笑脸，竟在那魂剑的轰击中越发的清晰起来。而那诡异的笑容，也让周一星这里毛骨悚然，甚至有种之前遇到的红帽子的感觉。这是什么鬼伞？周一星头皮发麻，眼看白小纯强行冲来，又看到四周的寒气呼啸，甚至他全身内外都冰寒起来。危急关头，周一星目中露出疯狂，身体急速后退时，再次开弓。这一次，他不是凝聚魂剑，而是从储物袋内拿出了一把红色的剑。此剑赤红，刚一取出，竟散发出惊人的高温，使得这四周的寒气都微微一顿。白小纯也面色一变，看去时，他的双眼就挪不开了。这是什么？怎么给我一种9色火的感觉？不对，是10色火天啊！白小纯脑海轰的一声，他此刻突然意识到，这周一星身上居然这么多宝物。尤其是这把剑，让白小纯这里呼吸都急促了。此剑乍一看是剑，可眨眼后再去看，竟是一团火，仿佛在实质与虚幻中不断的变化，看起来极为不凡。而更让白小纯动容的是，这支剑上，他竟看到了一道经文。经文白小纯一时不知道这经文是什么，可他隐隐似听说过经文的事情。此刻脑海记忆猛地翻滚，想了起来。这是炼灵11次的至宝，炼灵10次都是银文，唯独第11次后刻画银文为一道经文。白小纯看的没错。这正是一支炼灵11次的火魂剑，周一星也是没办法了。若有可能，他也不愿用出这支剑，这可是他的杀手锏，
只有这么一支而已，是他家族给他的防身之物。此剑本身也是炼灵之物，不是9次，而是11次，11次炼灵至宝，再配合9次炼灵之功，此剑可以击杀元婴修士。此刻将此剑拿出，可以看出周一星对白小纯的恨以及必杀之意。白小纯，给我死！周一星大吼一声，猛地开弓。在他开弓的瞬间，白小纯全身汗毛都耸了起来，他呼吸滞住，双目收缩，一股强烈无比的生死危机的感觉在他全身内外轰然爆发。他有种真切的感觉，这支剑似乎可以杀他。来不及多想，眼看周一星就要开弓，白小纯猛地大吼一声，眉心的第3目蓦然睁开，在睁开的瞬间，直接看向周一星。周一星身体一颤，神色有些茫然，欲松开的拉弦的手停顿了一下。就这么一顿的时间，白小纯全身轰鸣，直接展开了人山诀。怒吼时，双手抬起，向着大地狠狠一拍，同时又展开了水泽国度。随着地面瞬间化作水泽，白小纯的寒气猛地收缩，形成了风暴，在四周疯狂旋转。没有结束，他的不死长生功一样爆发，游走全身时，使得自身的肉身之力达到了极致。这一切说来缓慢，可实际上都是刹那间发生。与此同时，周一星眉心的星痕再次爆出星光，挣脱了白小纯的操控后，他额头沁出冷汗，右手刹那松开，嗡的一声，那只炼灵11次的火魂剑轰鸣而出。在飞出时，它已不再是剑，而是化作了一条火龙，如真实存在，咆哮间直奔白小纯而去。首先碰到了白小纯四周的寒气风暴，轰隆隆掀起滔天波纹，寒气风暴直接扩散，火龙冲击而去，与拔地而起的一根惊天利刺直接就碰撞在了一起，声响比之前还要狂暴，震耳欲聋中，白小纯的身影一飞而出，整个人化作了巨大的石人，右手抬起，撼山状直接爆发，碎喉锁紧随其后。凭着他的人山之力，凭着他的肉身之力，在这一刻，他没有后退，没有闪躲，而是直接轰击过去。因为他知道自己一旦避开，在这支可以杀元婴的剑下，必死无疑。唯一的方式就是豁出全力将其擒拿。他体内金丹急速转动，这一刻全力以赴。轰鸣中，在靠近火魂剑的瞬间，白小纯体内乌光一闪，龟纹锅出现，直接阻挡了一下那火魂剑的锐气。轰鸣中，在与龟纹锅撞击后，那火魂剑内似传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一股波动扩散开来，似要崩溃。这一幕太快，在白小纯的有心遮挡之下，周一星根本就看不到。眼下在这火魂剑要崩溃的瞬间，白小纯集合了人山与肉身之力，在撼山状的加持下，凝聚出的碎喉锁直接就与那火龙碰到了一起，一把掐在了火龙的脖子上，不死劲随之展开，阻止其崩溃。轰鸣巨震，在这一刻惊天动地，冲击四溢，扩散四方时，周一星喷出鲜血，身体如断了线的风筝，不断的后退。他神色满是震撼，眼中透出无法置信，更有不可思议的茫然。他怎么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那可是能击杀元婴的火魂剑，可眼下居然被白小纯抓住。白小纯在抓住这火魂剑的瞬间，在那轰鸣中，水泽国度的粒子坍塌，寒气风暴碎灭，他的实身更是崩溃爆开，他的身体在这一刻也喷出大量血雾，甚至他的双腿都在急速后退，全身的铠甲也都一一成为飞灰。可他之剑却依旧死死的被他抓在手中，那条火龙挣扎咆哮也于事无补。最终，周一星眼睁睁的看着那条火龙缩小，最后成为了一支剑，被白小纯拿在了手里。不可能！周一星失声惊呼，身体颤抖，眼珠子都差点掉下来。他呼吸粗重，一股强烈的危机感在体内猛地爆出，他实在无法相信自己看到的这一幕，随之而来的则是彻底的恐惧，立刻就发动眉心星痕，散出传送之力。周一星，你找死！白小纯缓缓抬头，双目赤红，杀意滔天，向前猛地走出一步。这一步如落在了周一星的心头，让周一星身体颤抖，尖叫一声，连火魂剑都无法灭杀之人，他周一星凭什么去灭杀？此刻周一星脑海轰鸣，来不及思索太多，猛地一拍眉心，瞬间他眉心那暗淡的星痕，星光大闪，卷着他的身影急速的传送消失。他不敢不跑，一想起方才那一瞬白小纯的身影，他就觉得心神俱震。在周一星消失的同时，白小纯喷出一口鲜血，鲜血喷完，看到周一星竟如此果断的跑了，白小纯愣了一下，怎么跑那么快？我这口血还没喷完。白小纯郁闷，他之前看出周一星要逃走，感受到了对方眉心上星痕散出的传送，于是赶紧去掩饰一番，打算是让周一星看到自己虚壮声势，迟疑是否兵不厌诈时，自己配合的喷出鲜血，使得周一星放心的放弃传送。这样的话，自己就可以将其灭杀。可却没想到，这周一星竟怕的没等自己鲜血喷完，把戏法演完，就直接逃了。白小纯叹了口气，迅速取出一枚神虚丹，立刻吞下，感受着体内充沛的灵力瞬间扩散全身，将之前的伤势急速的修复时，他看着手中的剑，目中露出狂喜，哈哈大笑。这周一星说起来还真不舍得杀了呀，每次都给我送宝贝，9色火，11次炼灵剑，哈，还有一把弓等着我呢。
白小纯想到这里，精神振奋，不过回想之前的一幕，也很心惊。这炼灵11次的剑威力之大，让他也都心有余悸。若非是他用通天法眼争取了一些时间，又用龟纹锅组了此剑锐气，怕是那一剑之下，自己必定形神俱灭，更不用提去擒拿了。